各位，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够硬，那软的一定是别人。伊朗是真硬啊！这两天呢，美国纠结了一批他的那个不太听话也不太靠谱的这些盟友，准备搞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和疏散运动。因为由于交战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堵了上百条船，2万多名船员，有的船员呢在船上弹尽粮绝，因为病好几名船员都已经失去了生命了，这些人也是可怜啊，是吧？所以美国准备趁这个机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开进霍尔木兹海峡。可是呢，伊朗不让他们去啊，结果美国的军舰去了，遭受了伊朗的2枚导弹的攻击，扫不打眼的又撤出去了。而且伊朗呢，向阿联酋这不是跟以色列最近挺热乎嘛，向阿联酋也发射了导弹，朗子是真硬啊。问题一：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2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问题二：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船只疏导行动？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2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问题3：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是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先解除相关的封锁；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要求对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才能够带来局面的改变。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今天伊朗发射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国军舰。报道称，这艘美军舰在伊朗贾斯克港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据称，由于遭到袭击，这艘美军舰无法继续前进，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不会允许美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除了向美国军舰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启动这些方案。不过，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帖称，没有美军舰船被击中，美军正支持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任务，同时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时间5月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支持这一疏导行动。现在是当地时间5月4号的16点30分，北京时间的21点。就在刚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违反交通航运安全规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周围海域进行了警告性打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伊美海上对峙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地时间3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出，美国在中东时间4号启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该区域的行动。针对这一表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掌控，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的协调下进行。他警告称，外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针对地区最新事态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的当前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朗子是真硬啊，朋友们。川普这边刚吹过牛逼，说你敢打我的军舰，你敢打那个中东的那些国家，我就跟你开战。结果伊朗全打了，那全打了以后呢，美国烧鸡大窝脖没信儿了啊。不过呢，美国这边的媒体呢也吹嘘啊，说这个我把这个几个伊朗的小艇给击沉了，可是呢，伊朗这边说你放屁，你击沉的是在海上作业的渔船，你又打死五个这个无辜的渔民。4号的23点北京时间，5号凌晨3点30分。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川普的嘴是骗人的鬼，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韩国棒子实诚信了川普说的了，说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疏通航道，这个韩国的这个货船也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被伊朗给打着火了，船上的船员倒是没有受伤棒子是够实诚的。Do you think the U.S. can end the war or whatever we're in with Iran right now without clearing that Strait of Hormuz? Do you expect a return to combat? Well, first of all, it's Iran that's blockad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we're blockading their blockade.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that we should all be asking is, does America really want to continue to hav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for another 5, 10, 20 years? Right? We spent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replace the Taliban with the Taliban, in Iraq to replace Saddam Hussein with ISIS. We are not good at having off-ramps and accomplishing large strategic deci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And this is jus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at. So let's actually talk strategy and what it is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here instead of having a constant discussion around blockades. So when Secretary Hegseth was before your committee this week and he was asking for this $1.5 trillion budget request, are Democrats going to say no until they get those answers, or do you have to fund the troops who are in harm's way? Well, I'm just going to say no, regardless of what's going on in one area, because we don't need that money, righ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never passed an audit,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that department. We have already funded munition stockpiles amounts, and what I am not going to do is continue the pattern like we continued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of throwing good money after bad and constantly funding conflicts that never end and will not end up in a good result for America. And somebody has to say, enough is enough. Somebody has to step up and say, we're just not going to do it. 美国现在呢是骑虎难下呀，时间可不在美国这边美国国内现在呢油价高企，那个矛盾越积聚越多。等到中期选举的时候，如果是没有一个结果的话，川普恐怕会一败涂地，不仅是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在这个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的权利也会被剥夺。他被弹劾下台以后，你知道美国的这个金融欺诈犯罪的这个罪行有多严重吗？那判上几百年的都有的是
就川普这就是疑似炒股这个事儿，他只要被弹劾下台，那这辈子可能都别想出来了，奔80去了，然后在监狱里还能待几天啊？所以说太严重了，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川普指望着跑到中国去抱习近平的大腿救命呢。问题是，对吧？你不出点东西哪行啊？台湾，只有台湾中国才会感兴趣。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